哥。你先。我呢，主要是针对于大熊猫生理相关的，围绕大熊猫的一些排泄物的性激素来进行监测，综合观察大熊猫的行为。大家好，我叫杨波，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一名普通员工。我来中心11余年了。我的本科、硕士的专业都是野生动物保护专业。我现在主要从事大熊猫繁殖生理的相关工作。繁殖季节期间呢，我主要监测大熊猫的尿液里面的性激素，综合观察大熊猫的行为以及外阴状态，来判断大熊猫的发情高峰期，以及来指导大熊猫的自然配种。那除了繁殖工作以外，比如下半年我们就进行我们自己的科研项目工作。我呢，主要是还是针对于大熊猫生理相关的，围绕大熊猫的一些排泄物的性激素来进行监测。发情过后配种后呢，它那个怀孕的状态，也就是说它产完崽以后呢，它一些应激状态，以及大熊猫母兽幼崽一些从内分泌角度去看能不能辅助一下我们的比如饲养管理、疾病的防控等等方面的。大熊猫的相关研究是可以运用到其他的濒危野生动物身上去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对于大熊猫而言它的科研投入力量是很大的。所以在现在大熊猫的研究里面，它已经形成一种比较有效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科研体系，对，而且也正是这些我们通过一代人又一代熊猫人的不懈努力下，所以说现在圈养种群也好，野生种群的大熊猫也好，它的数量和种群的安全都比较得到了有力的保护。所以说在这方面借鉴于大熊猫的这些技术一个完整的科研体系，就完全可以应用到其他的濒危野生动物方面，比如说我们的金丝猴还有就是我们的东北虎这些的保护，那么完全可以把这些技术应用到上去，因为理念是一样的。比如我们研究的，比如说第一步研究什么，第二步研究什么，它是一个层次、一个递进的过程。那每个物种拿到以后都是这样的研究，所以说借鉴于大熊猫的现在比较成熟的这一套科研究体系，那么可以应用到它们身上去，而且还会更缩短时间所以未来是对其他濒危野生动物是很有帮助的。未来在大熊猫我们繁育方面的一些难点，就是说现在遇到问题就是说熊猫它不像人嘛，它不配合，就是因为你要研究一个周期性比较长，比如我从它出生一直到它性成熟，看它整个期间的一些指标来判断它什么到达性成熟不光是除了它有些发情行为这个表现，它可能还有一些内在的一些指标，那这个的话就是需要5、6年的时间，那这个周期就比较长了。所以成果出来的话，就是有一点周期性。其实对于熊猫为什么神秘那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有未知的东西，尤其是在早20、30年，那刚开始我们可能熊猫怎么发情，什么时候配种，这完全不知道。我们老一辈的熊猫人，他们的不懈努力把3难问题克服。那现在大熊猫正在茁壮的成长，但依然还有很多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或者我们还不知道。比如说，大熊猫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现象，就是胚胎治愈现象。那么胚胎治愈的意思就是说，每只大熊猫它的怀孕时间是不一样的。那么这里所指的怀孕周期呢，就是说从大熊猫配种一直到它产崽这段时间的长度个体差异很大。那平均是120多天，那么也有90多天的，那甚至有300多天的。那这么大的差异，那究竟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它熊猫有一个胚胎治愈的现象。其实不光是在大熊猫身上比如在其他熊科上面也有这种现象。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那这种胚胎治愈的机制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因素导致它胚胎治愈？还有什么因素是外界的还是内在的，让它重新启动这种机制，让胚胎完全就是开始发育，或者说我们的受精卵开始着床形成胚胎，然后才顺利产崽。那么这段时间就有点意思就是胚胎治愈的机制也好，还就是说在这段期间，就是胚胎治愈期间，那么受精卵到底是什么一种状态？到底是说它受精了，它没有分裂，它在游离状态，那么还是说它已经分裂成一定程度，在着床了，但是它不发育？那么这个问题都还是未解之谜。那么这从而导致就现在在大熊猫身上有一个真假孕的一个诊断，它是真怀孕还是假怀孕？
用什么指标来判断它？我们繁殖相关领域的这些专家也好，学者也好，都是在极力在做这个事情，就是想通过一些方法来进行揭秘，到底是什么原因。那未来我们也会在这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想要尽快的去把这个未解之谜给解开。对于相当于社员来讲，我们肯定是在默默背后面去付出。我觉得这个只要是初心一样，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这种感觉这种落差也好，就是其实也会不存在。说我们工作嘛，可能比较枯燥一些，天天就是面对熊猫的一些排泄物粪便尿液打交道，有的时候天天也要加班，还要处理粪便的时候呢，有很多粉尘对身体也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呢，只要想到这个我们的历史使命嘛，责任感在这儿的话，那我们这些再苦再累，我们觉得都没问题，因为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每个熊猫人他的岗位不同，每一代熊猫人他的历史使命不同，但是我们的初心是一样的，都是要为了我们大熊猫的安全，对吧？为他们的健康，为了整个圈养种群乃至于我们整个野生种群的一个持续性保护，那我们都在做这份努力。刚开始其实还是有点不适应感觉我是冲着熊猫来的我熊猫都看不到。比如有时候可能我1个月2个月都不会去饲养场或者去什么，因为这时候因为实验有任务必须在实验室操作，那看不到熊猫，那这时候偶尔还是有些失落尤其是在一些比如说在撰写文章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瓶颈进不去写不下去了，或者说做实验的时候太枯燥了。那这时候你就没办法了，因为这硬的骨头你要啃下去，对不对？那这时候只能自己去调节。但是慢慢的，就是说我可以通过一些，比如心理释放、听下音乐散下步我毕竟住在中心里面，有时候下班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熊猫，看它们活泼可爱的这个样子。其实这时候心里面也就会把那些顾虑担忧这种落差感都给弥补掉。那只有通过这些生活上的这些方式，就是喜好也好，还是这些能够把它调节过来，能够尽快的调整好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能更好的投入到工作中。我想一个愿望其实有一个，就是我想和熊猫来一个握手的一个画面。为什么要说握手呢？我认为我们和熊猫刚开始是家长与孩子的关系，他们也坚持着自己的使命。那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是一种战友的一个关系，在野保的事业上面，他们和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熊猫是战友，为在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大熊猫公园建设以及未来生态文明的推进，我们是共同在前行，共同在做努力。我觉得我们是战友，是朋友。所以说我要来一个握手的一个画面。